那个无头幸福的鬼魂。没事，这个世上没有鬼怪神仙，不用怕。可是我明明看见了。你看到的不是鬼，是别有用心之人。表叔，我也命人探查了梅园周围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。不会真的是那宋柔喜欢明渊吧？此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九娘子的住处，还能避开我的护卫，定是对侯府极为熟悉。灯。九娘子可有发现？行凶人虽已尽力遮掩痕迹，但殿下请看，这几株月季花丛，花瓣都已凋败，且都顺着同一个方向散落下来，可见是行凶人匆忙拂倒的。果然，那人定是越墙而过，曾在此处落脚换气，才会在顶瓦青台上留下踏痕。你们看，那些花和小婉儿说的一模一样。可若不是鬼魂，那人为何会悬在空中，而且还没有头？只要那人学过轻身功夫，这倒也不难。用这花圃借力，搁在那石柱之上，再用嫁衣下摆遮住双脚，便可做到悬空而立的感觉。待你们二人受到惊吓之后，即可逃离。我来吧。果然如此，这就是假借鬼魂之名，为了扰乱人心、混淆视听的人为之举。明日你就要去义庄验尸，此人偏偏选在此时在梅园行事，恐怕是想把你吓跑。九娘子要验尸一事，府内只有我夫妻二人和宁儿兄妹知道，那是如何走漏风声的。我可跟谁都没说过。我可能跟魏延支漏了点消息。魏府尉和护卫长那边，我自会派人去查。此事的关键是要先找出这嫁衣的来历，也许能顺藤摸瓜，找到装神弄鬼之人。这嫁衣与死者的嫁衣样式相仿，色泽鲜艳，面料全新，上面的折痕犹在。樟木香味尚未散去，应是刚刚从香笼中取出的新衣。右侧袖口处有一处污渍，尚不知是何物。娘子，那块污渍应该是松烟墨。松烟墨？为何？我学女工时曾经专门认过面料，这嫁衣应该是萧红纱，号称百污不沾，唯有松烟墨才能染上痕迹。福陵，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此人应是身负武功，身高约6尺左右，会用左手的男子。愿闻其详。此人若是要假扮无头鬼魂，应是把嫁衣举至与头顶平齐的位置，若太高，则会显得肩背虚空。以福陵当时所处的位置来看，窗台比花布丛要高1尺左右。这嫁衣身长约4尺7寸，按照殿下刚刚演示的，站于花圃围桩之上，举起嫁衣，这名男子身高至少要高于5尺7寸，才有可能将嫁衣底摆高出窗台，让我和福陵从窗内看到的是嫁衣虚空而至的效果。行凶人只需提前穿好夜行衣，便可以将露出嫁衣底摆的双腿藏于夜色之中。正是，况且寻常男子身高超过6尺的也不常见，行止必定引人注意，所以我推断
此人身高应高于5尺7寸，但不足6尺。那如何得知是左撇子呢？这就要多亏茯苓认出这是萧红纱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常人写字，应是右手执笔，左手拢袖，落笔左行。可惯用左手者，则为左手执笔，右手拢袖。右手袖口才会沾上墨渍。这袖口处的污渍与那嫁衣上的位置相同。九娘子真乃神人也。小心！这嫁衣价值不菲，路途遥远，不可能在中途买到。宋国公府一定还有备用的嫁衣，不妨去让那陪嫁嬷嬷辨认，看这件是否就是那备用的嫁衣。你是怀疑是宋家人中有鬼？若真与他们有关的话，那梅园就不安全了。小婉儿，你今晚搬去和我一起住。茯苓，收拾东西，走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叫人封锁东院，不能叫宋国公府的人离开。长叔且慢，在未有确凿证据之前，先不要与宋国公撕破脸，还是先请霍怀信出面较为妥当。也好，我这就去请霍知府。你们分2组，在东西耳室单独问询，问询后将他们送回归处，途中禁止交谈。是。快去！是。殿下，我已经安排妥当了。安阳好，世子殿下，霍大人，深夜来此，可是小柔的案子有了眉目？魏副委，稍安勿躁。有样东西，请您辨识一下。来人啊！这是小柔的嫁衣。霍大人，未得宋国公府首肯，为何擅动小柔遗容？魏副委，你怎能一眼就认出这是宋娘子的嫁衣？我与小柔同行千里，朝夕相对，对这嫁衣样式再熟悉不过了。更何况，这样式乃是国公夫人亲自挑选的流战白子，由京城锦绣坊用金线绣制并嵌以碎宝，全大洲仅此2件，我又怎么会认错？果然有2件，魏副委，那另一件在何处？自然是由陪嫁的嬷嬷收着。怎么了？嫁衣去哪儿了？在十里铺时，老奴还清点过。齿痕，宋娘子出嫁前，可能与人有了私情。啊，许哥，什么？出去！私情？你可确定？九娘子，有些话可不能乱讲啊。2位请看，这是陈旧疤痕，从未腐烂的地方可以看出，上下黑点呈半月形对称分布，上方的黑点较下方大而长，是因为人的上牙较下牙大且排列松散，损伤更重。这是咬痕，乃人齿所致的挫裂伤。就算是人咬的，也可能是女子之间打闹留下的。男子与女子下颌宽度不同，若是打斗所致，死者必定会反抗躲避，伤势和位置都会不同。是啊，再说宋柔是宋国公的掌上明珠，府上无人敢惹，更遑论咬伤至此。就凭一个咬痕，就断定宋柔与有私情，这也太草率了。还有白齿蚁，白齿蚁靠腐木为生，鲜少攻击活物。
只有死者曾裸身躺在蚁窝附近，才有可能在其私处发现白痴蚁。你说他会不会是被胁迫的呢？被胁迫为何不示警？真当宋家侍卫是死的吗？成亲当日，死者坐在喜轿中，被抬入荆州城。只有趁前夜休憩时，方可行事。若非亲近之人，他为何要在夜间独自前往榕树林？宋娘子如此惨死，庞大的宋家队伍为何无一人察觉？甚至还有人在侯府企图装神弄鬼，扰乱我心智，应该都是宋家人所为。你说会不会是下面的人为逃避护送不利之罪，多方遮掩，也是难免的呀？大人所虑也不无道理。民女恳请霍大人准许剖尸检验，以找到确凿证据。什么？剖尸检验？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那宋国公他绝不会同意的。霍知府，宋柔在几个月前就该进居备嫁了吧？若是宋柔婚前失贞，却还要嫁于安阳侯府，宋国公这是将安阳侯府的脸面置于何地，将圣意置于何地？此事事关重大，霍知府为官多年，该怎么做还用我教吗？我现在就重新排查宋家诸人，劝魏延之首肯剖尸检验。下官告退。此番宋国公与安阳侯府恐难善了，在未剖验之前，还请秦九娘子切勿将宋柔可能失贞之事外传。漏露所言示状者，杖100。民女虽非官役，但也知检验条例，殿下多虑了。不好意思啊。你找谁啊？抱歉，认错人了。他在找谁？魏延之，是你吗？娘子，买面具吗？我们家什么都有，随便看，随便挑啊。我要这个。好嘞。来，大家都过来看一看啊！开灯谜了，过来看一看啊！全答对的话，有机会得到小店特别好的惊喜大奖啊！
我见魏延之下了灯车，就跟了过来。怕被他发现，就去买了面具。但我发现那人好像不是魏延之。那确实不是他，他还在那儿听琴呢。不过你倒是大胆，这么多人也敢冒险，亏得有人说见到一戴谢之面具的女子，我才能寻到你。你怎知戴谢之面具的人是我？谢之善变屈指，这世间除了你，还有哪位女子会戴如此凶恶的面具？你受伤了？无妨，不许告诉任何人。走。怎会伤成这样？征战之人哪有不受伤的？这处刀伤，分明是近些时留下。从京城到荆州，何来的战场？果然都说太聪明的女人不好。我以为只有无能庸人才这么想，没想到殿下也是个庸才。我是怕你知道的太多，反而对你不好啊。不过，你若是想听，我也不是不能告诉你。我并不想探知军中机密。那若不是军中机密，而是涉及到京城冤案呢？那也不必说与我听。殿下的伤若再深半寸，就成个废人了。这些时日，为何不说也不肯医治？伤口都已发溃了。我带有伤药，自己可以疗伤。可有不妥？金玉续骨膏，这是接骨续筋的良药，千金难求，只有京城售卖。只有京城售卖的药，你也知道？医者之好，总喜欢打听些奇药良方。那按这么说，那贼人不仅骨伤在身，家世也非富即贵，药味可浓厚。是。此人因与宋钦队伍无关，并不知道之前的检验结果，所以才拿着验状看了许久，才留下了药膏的味道。殿下可以闻闻看。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看到。站好了说话。京城传来消息，魏家的嫡长子魏其之并非因驯马受伤，而是被宋国公打断了右腿，软禁于家中，这才由其庶弟魏延之代为宋家。宋家队伍离京第2日，魏其之就伺机逃脱，失踪至今。那日推塔伤我的人，倒似腿脚不便。宋国公会对魏府嫡子下如此重手吗？除非魏其之铸下大错。他若是宋柔的情人，宋柔另嫁高门，他因爱生恨，杀之泄愤也是合情合理。可扮鬼吓我的人又是谁？魏其之的腿脚可没那么灵活。他那腿伤未必是真的。只有找到他，方能知真相。你安心在此检验，我让白风护你出去。我这就去会会魏延之，看他有何说辞。宋国公不但教女不严，还命其子侄毁尸灭迹，欺瞒圣上。你们如此行事，
将我安阳侯府置于何地？将圣上置于何地？将国法置于何地呀？侯爷息怒，小侄只是不忍小柔死后还留下不贞之名，才指使魏城纵火焚尸，以免验状上报刑部，使两家沦为京城的笑柄。小侄甘愿承担所有罪责，只求放过所有送嫁之人。是小的擅自做主纵火焚尸，与魏父尉无关。刚才魏城所说，可确有其事？下官的兄长与小柔自幼感情甚好，所以下官未曾多想，直到宋国公命我代兄送嫁，我才得知他与小柔竟已铸成大错。你与魏其之并未分家，可为何你会对他的踪迹全无察觉？2年前，下官靠宋国公的恩义进了巡防营，大哥与我大吵一架后，便再也不肯理我，下官实在无从得知。为何会大吵一架？因为我嫡母想让大哥与小柔亲上佳期，但魏府门第平平，未得宋国公允婚。大哥生性要强，因此与宋国公日益疏远，也不想我借此恩应吧。魏其之可惯用左手？是，因为听说天生左撇子为不及，嫡母便强迫大哥自幼改用右手，此事罕有人知。为了维护兄长而欺瞒世子殿下，下官实在不敢。你险些误了大事。下官愧对各位大人。宋娘子毕竟陨身荆州地界，在真凶落网之前，魏父尉就进驻东院吧。总算真相大白了。真相与否还需查证。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宋柔的头颅，还有杀害她的凶器。茯苓，银块。娘子，民房果然把残渣抛干净了，看样子像是……不是沙，是纸。魏延之招认了。招认了什么？他招认他的兄长魏启之，与宋柔早有情谊。而且天生就是左撇子。天生的左撇子？那他平时就用左手吗？岂不是很多人都知道？其实他自幼就被逼着使用右手，除了亲近的人，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左撇子一事。这是我自宋柔胃中找到的纸屑。宋柔自小锦衣玉食，为何会把这等粗糙的纸张吞入腹中？纸上的内容究竟何等重要？重要的不一定是内容。军中的细作，有的时候为了保护消息的来源，会将非重要的情报也销毁干净。消息来源，不同的纸质可以反映写信人的习惯。这上面的字迹虽已被胃液化去，但这纸张却异常坚韧，并非寻常人家可以买到。娘子，那个亮闪闪的东西是不是金粉呀？没有金粉那般亮，是石黄。石黄常用来制作金漆，把生金漆加入木浆之中，制成纸，便是有小撒金坚之称的夜金坚。啊，我知道夜金坚，这种纸会有淡淡的漆树香味，而且比撒金坚要价廉，
寻常的贵族用不起洒金笺，就会用液金笺来写信习字。根据京城之前传来的消息，魏家虽然家世平平，但魏齐之这个人性格却颇为恣意任性。他喜好琴瑟，就要亲自学会制琴；喜好骑马，就要亲自驯服宝马；喜好瓷器，家里所用的便都是瓷器。这么说起来，这液金笺倒是挺符合他的脾性。眼下这纸屑是仅有与行凶人相关的物证，魏家兄弟自小一同长大，我想见魏延之确认一下。据说魏延之回去之后就高烧不退，病倒了，侯府也不好全然不顾。若你想见他，那就得辛苦九娘子为他诊治一番。哎呀，老板，哎，来2个包子。好嘞。哎，抓贼呀！好，抓贼呀！抓贼！哎呀，他去哪儿了？这，哎呀，抓贼呀！抓贼！交给你了。好。小贼，想偷验状吗？